换装系统很酷，但神看的是你的心。你今天打开游戏，是不是又先花了10分钟挑衣服？别笑，我不是在说你现实生活穿搭，我说的是手游里的你。有些游戏的换装系统精致到夸张，连袜子有几条花色都能选，连发型的光泽度都能定，还有不同的时装会增加不同的属性点，速度、魅力、力量、智慧、暴击率，仿佛穿对一套衣服，整个世界就会为你让路。我有个朋友玩某款以换装为主的手游，认真程度超乎想象。他会为每一场比赛搭配主题风格，颜色协调，饰品对应，就为了得到那句评语 S 级搭配大获全胜。他的衣柜里有上千套装备，每件都可以微调，堪比时尚周模特后台。然后他看着我手上那个只靠系统预设随便点装备的角色，冷冷地说一句：你这样怎么赢？当下我一愣，突然意识到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也在现实生活里拼命换装，只不过我们的衣服不一定是布料。想想看，你在不同场合是不是装出不同版本的自己？上班装专业，说话有理，笑容得体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家人面前装乖巧，报喜不报忧，假装一切顺利，社群平台装快乐，自拍角度要45度，发文要有深度，假日行程要够精彩，教会里装敬虔，祷告要用属灵词汇，见证要有高潮转折，结尾呼召。我们不知不觉的也成了换装系统里的高手，精通人设搭配。我们懂得什么场合该穿哪一件人格外套，什么人前该戴哪一副情绪面具，但越换我们越迷失，因为真正的我们好像不见了。你有没有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问自己，我到底是谁？在我们努力换装的过程中，其实我们心里最怕的不是别人看不起，而是如果我不装，是不是就没人会爱我？于是我们练就了高社交能力、情绪管理技术、形象经营策略，但同时也让心变得越来越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圣经早在几千年前就揭穿了我们这种疲惫的换装人生。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这样说：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这段话的背景是，先知撒母耳受神差遣，要为以色列选下一任王。他来到一户人家，看到高大帅气的长子，就心想，一定是他了。结果神说，不是，他不是我要的王。我不是看外貌，我看人心。这句话就像当头棒喝。在一个连国王都选帅哥的时代，神说，我不是选外在条件，我选真正的心。在游戏里，常常是装备等于战力，你穿得好，数值就高，你武器强，打怪就快。这很合理，因为系统需要一套评分逻辑。但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设计的，它不是根据你现在穿什么来给你评分，而是看你本来是谁。还记得亚当与夏娃犯错后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吗？
他们缝起叶子做裙子遮盖，然后躲起来。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换装，不是为了时尚，而是为了掩盖真实。可是神来到园中时，没有说：哇，你这裙子挺有创意的啊。他说的是：你在哪里？创世纪3章9节。神不关心你披了什么，他关心你躲起来了没。他找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你包装出来的版本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如果我真实的把自己摊开来，神会不会也嫌弃我？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中最深的恐惧，因为人太多是根据表现来接纳你。但神的智慧在于，他根本不怕你的不完美，他看过你的过去，还是选择爱你。他知道你的软弱，却还愿意使用你。他见过你最丑的一面，却称你是他的宝贝，他眼中的瞳人。这跟世界的逻辑完全相反。在游戏里，你要装备越多才会越强，但在神眼中，你越脱下伪装，他越能使用你。你可能还记得一些网络上常见的神装骗局，有些玩家看起来全身金光闪闪，战力指数爆表，但实际上操作技术极差，一进副本就拖累队友。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可能这样，你看起来很成功，但其实心里空虚；你表现很强势，其实心里脆弱；你笑得很灿烂，其实心里很孤单。神不要我们只是表面风光的角色，他要的是从内而外的生命改变。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提到一种更深层的属灵装备，圣灵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无法靠装备刷出来，只能在与神的关系中慢慢长出来。而这正是神智慧的地方，他不给你一套装备让你遮掩自己，而是给你一个新生命，让你真实活着。或许你已经习惯在这世界里穿对衣服才能生存的规则，习惯把自己打扮得无懈可击，才敢面对人群。但今天神对你说的话是：你不需要假装，你本来的样子我早就看见，并且早就爱上。这不是一句诗意的安慰，而是最深的真理。你可以穿得光鲜亮丽，也可以穿着朴素简单，但无论哪种样子，只要你真实地走向神，他都不会拒绝你。他不是看你穿什么，而是看你心里愿不愿意回应他的呼唤。结语：真正的胜利不靠换装。在手游里，你可以靠换装赢得比赛，得到点数，吸引眼球，但在属灵的世界里，真正的胜利是来自一颗向神敞开的心。不要让外在包装遮住了你生命真正的光，因为在神眼中，你不靠神装发光，你靠被神光照而发光。你愿意今天开始不再只是换装过日子，而是让心真实被神更新吗？这一次不是换上一套新衣服，而是让神换上一个全新的你。